一天，小王爬上6楼，到宿舍门口时，才发现没带钥匙。他下楼去问管理宿舍的阿姨借了钥匙，上楼开门后，又下楼去还钥匙。等他再爬上楼时，发现刚打开的门又被锁上了。正觉得奇怪，隔壁一位同学经过，对小王说：“我看你宿舍门开着，就帮你锁上了，记得下次出去要锁门呐。”小王听了，真是哭笑不得。父亲邀请我一同到林间散步，我高兴地答应了。父亲在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，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他问我：“除了小鸟的歌唱之外，你还听到了什么？”我仔细地听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回答他：“我听到了马车的声音。”父亲说：“对，是一辆空马车。”我问他：“我们又没看见，您怎么知道是一辆空马车？”父亲答道：“从声音就能判断出是不是空马车，马车越空，声音就越大。”后来我长大成人，每当我看到自以为是、目空一切、看不起别人、粗暴地打断别人的人，我都感觉好像是父亲在我耳边说：“马车越空，声音越大。”许多成功人士参加了一个慈善会，每个人都是千万富翁。有一位作家作为特邀嘉宾，也出席了这个慈善会，并且捐了5万元。一位骄傲的富翁来到他面前，问道：“请问你是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是一个作家。”富翁听了，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捐了多少钱？”作家说：“5万元。”富翁听了哈哈大笑：“你可能走错地方了，这里是千万富翁的俱乐部，我们都捐了100万元。”作家说：“我捐了我全部财富的25%，而你们只捐了1%，请问谁更有资格站在这里呢？”汉朝时有个人名叫孙敬，年轻时勤奋好学，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。孙敬读书时随时记笔记，常常一直看到后半夜，时间长了，有时不免打起瞌睡来，一觉醒来又非常后悔。他怕影响自己的学习，于是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。古时候，男子的头发很长，他就找来一根绳子，一头系在自己的头发上，另一头系在房顶上。当他读书困了，想睡觉的时候，头一低，绳子就会拽住头发，这样会把头拉得很痛，立刻就清醒了，他就可以继续读书学习了。后来，孙敬成为汉朝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。从前有一对夫妻，生活很穷困，他们家有一只老母鸡。有一天，这只老母鸡突然下了一个金蛋，而且从此以后每天都要下一个。这对夫妇变得越来越有钱了，但是他们并不满足，觉得这样太慢了。他们想，既然这只鸡每天都能下一个金蛋，那么它的肚子里肯定有好多金子，不如把它杀掉，把肚子里所有的金子都取出来。于是他们杀了这只母鸡。让他们意外的是，鸡肚子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金子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花光了金子，又过上了原来的穷日子。
朋友的丈夫很有钱，有一次她跟我说，她丈夫有的时候会毫不在乎地花很大一笔钱去买一样东西，但有的时候在花小钱上却斤斤计较。我当时听了没觉得什么，后来想想才发现，她老公之所以有钱，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去花钱，把钱花在实用的东西上，不管多么贵，都可以不眨一下眼睛。而生活中那些多余的消费，则能省就省了。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菜，在讨价还价的时候，卖菜的小贩有些不耐烦地对他说：“你太太总在我这里买菜，她是我的老顾客，我给她都是最新鲜的菜，最便宜的价格。”我朋友听了特别惊讶，就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太太是谁？”小贩说：“她每次付款打开钱包，我就会看到你的照片，看过太多次了，所以我认识你。”兔子是跑步冠军，可是不会游泳。有人认为这是兔子的弱点，于是兔子的父母和老师要求他去学游泳。兔子费了很长时间也没学会，他既疑惑又痛苦。老鼠说：“兔子是为跑步而生的，应该让它发挥跑步的优势。”看看我们的四周，许多家庭、学校、公司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让人们努力改正缺点。公司经理人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有缺点的人身上，想要帮助他们减少错误。父母、老师和家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，而不是最优秀的科目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去发现优势。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，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，他就会变得更好。最终的结果却往往是造就无数普通平常的人或公司。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3-8理论。我们每个人在一天24小时中，基本上都是8小时上班，8小时睡觉，而第3个8小时则是你的业余时间。你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就，往往取决于你的业余时间怎么度过。因为前面的2个8小时大家都差不多，只不过是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差异，以及休息方式的区别，而第3个8小时则直接决定了你的过人之处。鲁迅曾经说，他是将别人喝牛奶、咖啡的时间用来学习。那么，你的业余时间都在干什么？一个医生在养老院工作期间，发现一位96岁的老人总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，对人也很热诚。有一天，医生在和这位老人聊天的时候，问起他快乐的秘密。老人笑着回答：“我每天都服用2种药片，它们对我的帮助很大。”医生很惊讶，问：“您每天服药？可我从来没给您开过药方啊。”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：“这2种药片您也开不了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会先吃1粒满足药，睡觉之前再服用1粒感激片。这2种药片的效力从来没有失灵过。”您说的很有道理，医生说，您这特别的药方
我会尽力向别人推荐的。毕业的时候，哲学教授对同学们说：“我有3个字要送给各位，希望它能使你们心境平和，对你们有所帮助。这3个字就是不要紧。假如你遇到了困难，假如你受到了委屈或不公平的对待，假如你失去了信心，建议你在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不要紧3个字，它可以帮助你克服挫折感，因为你们还年轻，还有机会。”在日常生活中，常听到这样一些借口：上班晚了，会有路上堵车、手表停了的借口；考试不及格，会有出题太偏、题量太大的借口；做生意赔了，有借口；工作落后了，也有借口。久而久之，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：努力寻找借口来推卸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。一旦养成找借口的习惯，做工作就会拖拖拉拉，没有效率。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好员工，他们也不可能有完美的人生。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。由于前方江苏省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天气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列车将减速运行，预计将晚点1小时。对于列车晚点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列车在济南西站停靠后，我们将为每位旅客免费发放矿泉水及零食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，请告知乘务员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秋天到了，寺院里到处都是落叶，师父让小和尚负责清扫，他每天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打扫完，这让他头痛不已。他想找个好办法，让自己打扫时能轻松一些。有人对他说：“你打扫前用力摇摇树，让叶子通通落下，这样明天不就省事了？”小和尚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就高兴地照办了。可是第2天，院子里仍然是满地的落叶。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打扫，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。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，该发生的你怎么也阻挡不了，不会发生的你再努力也没有用。所以重要的是活在当下。雪融化了是什么？老师在课堂上问。一个小学生回答道：“春天。”然而墨守成规的老师却说他错了，并让学生们记住标准答案是水。雪融化后变成水，这是常识，但孩子的回答就错了吗？至今我们的记忆中还有冰雪融化，种子发芽，果树开花这样令人心动的句子，这难道不是指美丽的春天吗？然而机械的标准答案却将想象的翅膀咔嚓一声剪断了。有位学者说过，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个人天赋，使人经过锻炼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，而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不同的人。雪融化了是水，但雪融化了也可以是春天。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要求一些年轻人回忆一位和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朋友，并列举这位朋友跟他们有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。结果发现，大多数人列举的都是相似之处，例如
我们性格内向、诚实，都喜欢古典音乐，我们都很开朗，喜欢交际等等。心理学家说，这是因为人们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，这样在交往时就很少会产生争辩，而且容易获得对方的肯定和支持，这会给人们带来安全感，从而使彼此相处得越来越愉快。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活儿是我们干的，受表扬的却是组长，最后的成果又都变成经理的了，这不公平。朋友微笑着说，你看手表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看时针，再看分针？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所以做得多不一定得到的多，但是这种不公平正是你向前的动力，你应该不断努力，让自己成为那根别人看得见的时针。有些人片面地认为，只有那些不愁衣食，并且有大量空余时间的人，才有资格或才会当志愿者。其实，参与社会事务和促进社会进步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也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。参与志愿工作是表达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有效形式，在服务他人、服务社会的同时，自身得到提高和发展，精神和心灵也能得到满足。参与志愿工作，既是助人，亦是自助，既能悦人，也能悦己。